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萧炎成功的融合了青莲地心火和陨落心炎，但却因为后遗症的原因，控制不住的侵犯了美杜莎。与美杜莎春风一夜后，恢复状态的美杜莎就一直在地底岩浆世界追杀萧炎。在躲过美杜莎的又一次攻击后，萧炎终于受不了了，问美杜莎有完没完，自己看她是女人才不和她计较，再纠缠的话就不要怪她翻脸。美杜莎冷艳的脸上布满寒霜，眼中充斥着杀意，看起来就像和萧炎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。在被萧炎强迫时，他就说过，一旦恢复实力，第一个便是要将萧炎碎尸万段。萧炎觉得自己也很冤，毕竟他也是受害者，在那种状态下，他根本就没有理智。萧炎让美杜莎饶了自己，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美杜莎心中十分愤怒，说萧炎简直就是做梦。眼看美杜莎又要攻击自己，萧炎手掌一晃，碧绿色的火焰浮现在掌心上。他让美杜莎不要太过分了，再来的话就不要怪他不讲情面。美杜莎的脸色变了变，萧炎已经收服了陨落心炎，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与他对战，自己绝对讨不到好。更何况因为融合了吞天蟒灵魂的缘故，美杜莎对于萧炎总是下不了真正的杀手。见美杜莎安静了许多，萧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冲着美杜莎耸了耸肩，劝她还是不要再继续内战。萧炎指了指上面，再次劝美杜莎一起联手突破封印。美杜莎冷着脸点了点头，但心里却打定主意，只要一出去就一定要让萧炎为侵犯她付出代价。黑角域，一大批黑蒙的人行走在安静的森林中，却被突然出现的弓箭袭击。一道道身着黑袍的人出现，将这些黑蒙的人屠杀殆尽。为首的黑袍人就是萧炎的二哥萧厉。此时的萧厉浑身上下充斥着极其浓郁的血腥味，仅仅2年的时间，他就从大斗师一跃成为斗王强者。但萧厉的眉宇间却有着一丝死气。韩风为了抵抗迦南学院的报复，在黑角域成立了黑盟与之对抗。如今黑盟的实力越来越强大，就算是迦南学院也已经奈何不了他。一想到死在迦南学院的萧炎，萧厉就感觉胸口隐隐作痛，他的嘴角浮现一抹狰狞的笑容，低声说：小炎子，你放心吧，害你的那些家伙，二哥死也不会放过。在我还能残活的这些时间中，我会把他们全部杀光。按照惯例，内院每个月都会组织一次所有学员全部进入天坟炼气塔修炼的活动。这一天进塔不需要支付任何火能，因此在太阳高挂时，天坟炼气塔的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。天坟炼气塔的门口处有着一具萧炎的雕像，盘门的成员从这里路过都会对着雕像微微弯身。已经进入内院并且成为盘门高层的萧玉对着萧炎的雕像苦笑。没多久，紫妍大摇大摆地带着一大批盘门的人挤进广场。看到萧玉后，紫妍上前说他又在这里发呆了。萧玉抚摸着萧炎的雕像，问紫妍萧炎还活着吗？紫妍眼睛微微一暗，被异火一口吞噬，活下来的几率很低。萧玉轻轻一笑，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总是心跳的厉害，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。就在萧玉和紫妍、虎家以及吴昊4人谈话间，苏倩带着新晋级为长老的林修崖、柳琴以及林燕现身。苏倩抬头看了一眼天色，就准备开启天坟炼气塔，但他话音未落，脸色就猛地一变，目光转向天坟炼气塔。苏倩感受到一股恐怖的炽热温度正在急速接近，急忙喊道：塔中有变故，立刻关闭塔门。就在塔门关闭后不久，整个天地间的温度都突然升高，岩浆翻腾的巨响带着地动山摇的动静迅速接近。苏倩的脸色十分难看，让所有人立刻离开广场。就在苏倩觉得当年陨落心炎爆发的场景又要再次出现时，天坟炼气塔的塔尖轰然爆裂，赤红色的岩浆自塔中爆发，但却在离地面还有几米距离时突然凝固。一道清朗的笑声带着掩饰不住的狂喜响彻天际，我萧炎终于出来了。广场上目瞪口呆的人被萧炎的笑声惊醒。当听到萧炎的名字，平日总是板着脸的吴昊脸上布满狂喜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赤红岩浆柱。他没想到萧炎真的还活着。高台上的苏千盯着岩浆柱，有些失神地说：刚刚的声音好像是萧炎。他身后的林燕激动的脸都涨红了，说是萧炎，绝对错不了。我就说那个家伙肯定死不了。林燕对萧炎始终抱着常人难以理解的信心，即使萧炎被异火吞噬拖进地底，他也坚信萧炎会再次爬出来。所
所以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内院，而是成为长老留在内院等着萧炎。林秀雅和柳琴对视一眼，果然萧炎这个家伙不能用常理来推断。随着岩浆柱的自动分开，一身黑袍的萧炎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。萧炎悬空而立，看到下方广场中熟悉的面孔后，嘴角扬起一抹微笑，张开双臂，开心地说：“诸位，萧炎回来了，欢迎吗？”苏千忍不住大笑，他很高兴能再次与萧炎相见。萧炎将弥漫天际的赤红岩浆收回岩浆柱中，随后岩浆柱顺着天坟炼气塔轰然砸落。他这一手让在场的学员都感到十分震撼。苏千能感觉到萧炎现在施展的是自己本身的实力，他也很好奇2年不见萧炎的实力能达到哪种地步，所以问萧炎要不要和林秀雅比试比试。萧炎看向苏千背后一脸跃跃欲试的林秀雅，说：“求之不得。”林秀雅当初没和萧炎交过手，今天正好可以补上这个遗憾。广场上的人看到林秀雅下场，顿时全都一脸兴奋。虽然林秀雅已经成为了长老，但在学院中依旧有着不菲的声望，而萧炎这些年几乎成为了内院的传奇色彩，所以学员们非常想要看2人交战，开一下眼界。萧炎刚站稳，5号几人就冲着他大喊：“千万不要丢了盘门的脸！”盘门的弟兄们可都看着他这个失踪了2年的首领呢。萧炎冲着5号几人笑了笑，说：“待会再与你们叙旧。”之后便转身看向严阵以待的林秀雅。高台上的苏千问其他长老，认为林秀雅能在萧炎手中坚持几个回合。当初萧炎施展药老的力量，其他长老都还记得，但苏千说的却是萧炎自己本身的实力。苏千猜测林秀雅在萧炎手中走不过3个回合，但其他长老说林秀雅现在已经是5星斗王了，这算是寻常的斗皇强者，想要3回合内打败他也有些困难。苏千却只是笑笑不说话，他能模糊地感应到萧炎如今的实力很是有些恐怖。萧炎感受了一下体内澎湃的力量，便开始与林秀雅对战。深青色的斗气从林秀雅体内涌出，一把完全由风属性能量凝聚的长剑浮现。雷鸣声响起，萧炎身形颤抖的刹那，林秀雅脸色一变，手中长剑对着身后暴刺，但这一剑却刺空了。林秀雅没想到萧炎现在的速度这么难以察觉，随后他的眼瞳猛地一缩，对着身前狠狠刺去。林秀雅的长剑在抵达半空处时，一团碧绿色的火焰极其突兀的浮现，而长剑在刺进火焰的瞬间就被焚烧成虚无。身着黑袍的萧炎突然出现，冲着林秀雅微微一笑，泛着碧绿火焰的手掌猛然抓向林秀雅的脖子。危急关头，林秀雅凝聚出一张深青色的能量网挡在面前，但这张布满细小锋刃的能量网却丝毫阻碍不了萧炎的手掌。萧炎的手掌在距离林秀雅脖子半寸时缓缓停住，仅仅一招5星斗王的林秀雅就输给了萧炎。哪怕是早就察觉萧炎实力的苏千，都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。在满场寂静中，萧炎收回手掌上的碧绿火焰，林秀雅小心翼翼地把脑袋偏开，吐槽萧炎也太变态了，2年不见而已，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。萧炎说自己是占了一伙的便宜，让林秀雅不用这般妄自菲薄。望着一脸惊讶的苏千，萧炎不由得笑着问他是否看出他现在是何级别了。苏千沉吟片刻后，才缓缓说萧炎应该是在斗王巅峰，按照这种实力，想要一招击败林秀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萧炎手上的碧绿色火焰却是格外的诡异，就连苏千都从中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危险。要知道，当初韩风以斗皇的实力操控异火，他也只是有些忌惮而已，从未有危险的感觉。这个碧绿火焰就是融合了青莲地心火和陨落心炎形成的新生火焰。当初在地底，就连美杜莎都特别忌惮，可见这火焰的强横程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